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家的汉堡。今天的故事承接公众之敌，卢瑟痛失总统选票，也没懂王的待遇。虽然陨石已经被炸毁了，但课石还是散落在地球各地，后续成了老爷卢瑟以及某知名蝙蝠侠车胎杀手的收藏品。你见过入夜后灯火通明的哥谭市吗？陨石事件过去后，深夜的哥谭市民风淳朴，到处都是打灯巡逻的飞船，竟让犯罪分子们无处遁形。伴随着空中的火光落入河流，勤劳的老爷知道他的打捞任务来了。换上长耳朵的新皮肤，水下绿色老爷快乐时已经无法吸引布鲁斯的注意，因为他捞到了别的东西，一艘来自外星的飞船。正当老爷想法子打捞飞船的时候，飞船的前主人比他还快一步，用1换1的机械操作直接带走了老爷的潜水艇。众所周知，上一个撬老爷交通工具的现在已经死去活来，成了哥谭市黑吃黑老大。但盗窃者一看就没考潜水艇驾照，一头撞上了岸边的港口。随后金发少女赤裸地走上了岸，岸边搬运师傅蠢蠢欲动。然而色字头上一把刀，被少女打了一顿后，痛失一件外套的搬运工还被哥谭的黑暗骑士找上了门。另一边，金发少女碰瓷不成，反而撞坏了人家的车。正义的警察赶到现场实施抓捕。慌乱中，少女又击沉了城市上空的飞艇，得亏超人及时赶到，将飞艇扔进了河里，为哥谭的交通工具杀手河再添一名人头。而金发少女也在课时的催眠下陷入沉睡。老爷在扫描检测后确认她不是地球人，没想到少女一醒来就被吓得失控，张开眼就轰碎了老爷的电脑。得亏超人及时赶到，不然这么霍霍下去，10个世纪后布鲁斯老爷就得破产了。大超拽住少女，用家乡话聊了2句。原来少女叫卡拉，是克拉克的堂姐妹。不但如此，老爷还发现卡拉体内的能量比起超人的更加活跃，只要卡拉想作乱，超人根本没法制止他。偏偏卡拉还没法控制住自己的能力，就连小克都对他有所防备。而比起大超，老爷更相信小克的判断力。可大超却说卡拉可能是他最后的亲人了。于是老爷便想着和卡拉谈谈，但并不精通谈心的老爷上来就招呼卡拉一句你妈的名字，不知道还以为是在骂人呢。卡拉记不起所有的记忆，他对克星最后的印象就是父母被克星爆炸吞噬的场景。老爷疑心比较重，担心他是一场针对大超设的局。卡拉不敢置信，他指责老爷没有心，而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天启星上正在训练复仇女神队的慈祥奶奶收到了达克赛德的命令，抓走地球上的克星女孩。这一番命令下达之后，天堂岛的预言家莱拉看见了超人目睹卡拉死亡的影像。此时的超人正带着卡拉在大都会内游玩，第一次接触人类世界的卡拉和大部分女生一样，热衷于购物、化妆、美食，像个平凡的普通的女孩。大超则双目无神地坐在一旁，估计在盘算小记者的薪水。在还完老爷的电脑之后，还有多少足够卡拉消费的？大超告诉卡拉，老爷只是脾气怪，爱防备，但他其实是个不错的人。对着正联的金主，最聪明的脑力后盾，哥谭市的布鲁斯大宝贝儿，谁能说出拒绝的话呢？而当卡拉看见大超的实相后，陷入了焦虑，他对自己突然多出来的力量感到恐惧。卡拉坦言，他做不到承担拥有能力的责任。就在这时，突然有人袭击了他们，大超被猛地撞开，卡拉则被绳索套着拽进了草丛。他在慌乱之中力量失去了控制，不但毁掉了公园，还炸掉了超人的石像。而这个袭击他们的人不是别人，正是3巨头之一神奇女侠戴安娜。戴安娜认为卡拉不能控制自己的力量，再加上预言家莱拉看见的画面，担心后续引发意外，于是决定将卡拉带去天堂岛训练。卡拉在这里一待就是2个月。天堂岛训练一向靠谱，在控制力量的方面，卡拉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并且他和预言家莱拉也成为了好友。但大超在知道了预言之后，希望将卡拉带回大都市，自己亲自保护。这个提议被卡拉给拒绝了。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亲情把我哄回来。3巨头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各执一词。戴安娜认为天堂岛的众人都是战士，她的军队随时在待命，在这里肯定比在大都会要安全得多。卡拉也明白大超是想保护她，他并不知道莱拉的语言，所以没法接受这种莫名其妙的保护。而莱拉作为卡拉在天堂岛最好的朋友，他告诉卡拉，戴安娜是个不错的人，如果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去找戴安娜聊聊。然而危机的到来从来不会给任何人预警，来自外太空的传送门在天堂岛展开，大量的毁灭日蜂拥而出，女子军队在片刻的时间内就赶到了现场。戴安娜扔给蝙蝠一柄斧头，3巨头带头冲锋，和大批量产的毁灭日展开了斗争。这要是超人之死的大超看了，估计心里都要吐血，白
该死了。DC 家的战力值总是忽高忽低，但在这里的毁灭日只是达克赛德的小弟，所以三巨头一人打一只不是问题。可打着打着，老爷突然意识到不妙，他击退毁灭日，立刻冲向了卡拉所在的方向。毁灭日到底是有杀死超人的战绩，大量的亚马逊战士遭到了重创，大超良心不安，毕竟毁灭日的突然袭击很有可能是冲着卡拉来的。于是大超一怒之下，让戴安娜带着亚马逊战士撤退，他起身开大，镭射眼将面前所有的毁灭日全部扫平，但大超的体力也几乎消耗干净。落地后，大超才问老爷去了哪里，合着你刚才都不知道老爷出没出来，就直接扫射敌军了吗？大超你真是好狠的心。当他们找到老爷的时候，老爷只是站在海滩边陷入了沉默，金发少女躺在海水里。大超惊慌失措地冲了上去，却发现那少女并不是卡拉，而是他的朋友莱拉。原来莱拉预言的死亡是自己的结局，他一直战斗到死亡的最后一刻，都在拼命地保护卡拉。死后，莱拉也替大超他们留下了达克赛德的影像，让众人了解了幕后的黑手。大超发怒，不仅为了卡拉被拐走，还有亚马逊战死的女战士们的仇，他下定决心要去天启星找达克赛德报仇。三巨头的关系很铁，平时可能内斗，但大超要是有难，老爷和戴安娜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去的。没办法，克拉克那个魔抗生怕去一趟天启星回来就成了个天启超人，嘴里高喊达克赛德万岁，那这宇宙估计又得重启了。出门之前还得做好万全的准备。他们没去过天启星，于是找上了达克赛德前侍卫长。大超和戴安娜性子比较直，说找人还真就光天化日登门造访了。看看人家老爷，那都是悄悄潜入的好吗？帕达隐姓埋名的生活一下被打乱了。但得知大超准备去天启星救人，这位前复仇女神队长却说卡拉已经没得救了。达克赛德最擅长洗脑他人，但他身体还是相当诚实的加入了队伍。作为前达克赛德的下属，帕达现在决定脱粉回踩。老爷一看墙后还有奇迹先生的装备，吃下了狗粮，当即同意帕达入队。天启星是个开发过度的星球，它的主人毫无底线的索求着这颗星球的资源。当四人通过母盒传送到这里的时候，黑暗军团们早已等候多时。2辆狗头坦克开了上来，大超和老爷纷纷挡下火力，而戴安娜手撕坦克狗头，直接利用残骸打伤害。帕达更是重量级，徒手将坦克掀进了悬崖。解决完一波士兵之后，超人和老爷一个有超能力，一个有超能力，一前一后的飞向了目的地。2位女士对视一眼，决定徒步进入达克赛德的城堡。没想到大门一打开，等待着他们2人的就是慈祥奶奶以及她手下的复仇女神战队。不得不说，戴安娜作为女武神，导演为她设计的打戏相当的精彩。她和帕达就像各自枝头上的凛冽玫瑰，有着娇艳欲滴的外表和令人望而却步的杀伤力。作为曾经独挑大梁的复仇女神队长，帕达大概是被爱情绊住了手脚，防备不当之下，竟被昔日队员生擒。慈祥奶奶用她来威胁戴安娜，得意洋洋的以为自己能将天堂岛的女王活捉，交给达克赛德。但戴安娜又岂是他能威胁的？不破不立，当即打响反击，将帕达从束缚中解开。2人联手弄死了剩下的复仇女神，将慈祥奶奶打了一顿捆起来当人质用了。至于另一边的大超和老爷，路径就相对顺利一些。老爷一路潜伏，没想到真让他摸进了达克赛德的弹药库。聪明机智的老爷清点了一番核弹包子，心中生出了一个计划。超人遇到黑暗士兵自爆攻击，然而硝烟过后，他竟毫发无损。大超横冲直撞地走进了达克赛德的宫殿，终于在那里找到了被洗脑的卡拉。先不吐槽克星人复数的魔抗了，卡拉这一身黑不溜秋的性感装扮，以及叛逆期少女不服管教的样子，很难不让人多想，他的黑化是不是故意报复大超，不让他买那件性感套装造成的？而超人并不想对亲人动手，但卡拉被洗脑之后异常抗拒克拉克。他打大超的时候，几乎拆掉大半个达克赛德的宫殿。超人意识到洗脑有点严重，他竟然认为达克赛德非常关心自己。听到这话之后，可能是想起自己陪卡拉逛街霍霍出去的工资，对叛逆的大妹子气不打一处来，咋还能认贼作父呢？于是大超和卡拉打成一团，而蝙蝠则找到了达克赛德，威胁他立刻放走卡拉，并不准再对人小姑娘出手，不然他就毁掉整个天启星。达克赛德不屑，他不相信2克星人打起来有那能耐。但老爷说的又不是克星人，而是达克赛德自己的地狱包子。没错，老爷直接把启动密码给破解了，1颗地狱包子就能毁掉整个星球，500颗同时炸掉。达克赛德快乐老家都被人给拆了，就别说什么侵略星球了。这一下可把达克赛德惹怒了，他
他只能掐着老爷的脖子认栽，并坦言今天要不是蝙蝠侠出手，不管是超人还是神奇女侠都不可能带走卡拉。作为团队的智力担当，老爷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也挨尽了毒打。最后达克赛德松口让他们离开，卡拉被救回地球后恢复了神智，想起了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的好友莱拉，卡拉不禁潸然泪下。大超安慰他现在安全了，卡拉很担心达克赛德真的控制了他吗？万一对方只是唤醒藏在他体内的恶魔呢？而在祭拜莱拉之后，卡拉虽然明确了内心，但仍没有找到未来的目标。在离开之前，他对戴安娜表示了感谢，并回答了老爷之前问他的问题。他想起自己母亲的名字，三巨头露出了感慨的笑容，毕竟养孩子也不容易。临走前，老爷还不忘调侃大超记得还电脑钱，而戴安娜识笑地肘了他一下。克拉克带着卡拉回到了农场，似乎一切到这里就结束了，后面就该是超人一家的美好生活了。然而达克赛德忍一时，越想越气，一想到自己赔了宫殿又折兵，别说杀超人了，连卡拉都没留下。于是达叔连夜来到农场，他只说不对卡拉下手，但没说不打克拉克呀。克拉克遭到达叔偷袭，被一拳打出了地球。而卡拉为了阻止达克赛德，俩人在农场里大肆拆家，一边拆一边给农田犁地，犁完自家的还不够，隔壁邻居的也刚给他犁干净了。下半年产量直接暴跌。但卡拉年轻，老爷也说过他体内的能量比大超还强，能和达克赛德打得你来我往。但遗憾的是，速成的战斗经验到底不如达克赛德，被对方撂倒后遭到了欧米伽射线正面扫射。而此时被打出大气层的大超飘到了太阳旁边补充了能量。一时间不知道达克赛德是不是给自己添堵，咋能把超人往太阳边送呢？大超立刻回到地球，见卡拉倒在地里生死不明，达克赛德还拽住他的披风不让他看，大超回头就给了达克赛德一拳，两人在田地里打得不可开交。卡拉拖着重伤的身体捡起了达克赛德掉落的母盒，打开传送通道，在大超的配合下将达克赛德打进了通道之内。他利用自己在达克赛德那学的东西，篡改了母盒的坐标。这会儿达克赛德估计要体验一把宇宙漂流的生活了。俩人相视一笑，而此时回家的肯特夫妻看着仿佛10级龙卷风过境后悲惨的房子，心中也很茫然，要不趁现在把大超卖给老爷吧，好歹还能捞一笔赘婿的钱。而经此一战，卡拉终于正视了自己的能力，他能击退达克赛德，而不是伤害他人。于是在大超的认可下，卡拉换上了改版的战服，在三巨头欣慰的注视下成为了超女，不是超级女生的那个超女。卡拉作为超人的亲人，在早期设定中她是超人的堂妹，后来估计是发现 bug 了，又改成了堂姐。但卡拉穿越虫洞的时间和克拉克差了许多年，于是从外貌和心理年龄来看，大超更像是哥哥的角色。而本次的故事线虽然讲的是卡拉成长为女超人的主线，但仍然能看到三巨头大战达克赛德以及三人之间一些好玩的小互动。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我是妮妮家的汉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